今天呢，我们有一个 special mission 要给你，特别的任务。OK， 如果你完成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你奖赏；如果你失败哦，会有惩罚。OK。到你的第一个 mission 哈，我们要你让赫门狗狗还有树成爷爷 OK。去闻那个荷叶。荷叶。OK。有信心吗？可能啊。Second mission， 你要让他们说烧肉很香。烧肉很香。对。OK 哈。好，第三个任务呢，你要让他们把盘子里面的食物全部吃完。哇，最后一集了哦。今天的心情不一样，对吗？对。有一点舍不得，对不对？哎呀，我们相处了这么多集了，真的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为什么就在最后一集你才弄你的头发？所以你看我的步伐比较慢一点。看到啊。Let's go！ 哇，好，来，谢谢。真舍不得。OK， 哇。今天我讲话的节奏也慢了一点。不可以，今天是最后一集，我们一定要加油！什么要哭？不用哭了。我们拆了这么多食材啊，吃了那么多菜哦，我肚子好像有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点变肥？我觉得我有。真的，你看我的肥肉。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呢，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很多年没有主持节目了，所以再重新开始接这个主持棒，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新人。因为从一个新人开始学习做起的话，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对。我是第一次主持一个节目，对，这一项一个很 special 的 experience， 很特别啊。不一样啊，不一样。你会不会想要继续主持？ Yes。会啊。OK， 我们开了，快点。哎，你没有开 ，OK， 开。老鼠3只，有可能这3只老鼠是代表我们三吃客。然后食材呢？为什么会用老鼠呢？薯粉、薯条、薯泥、薯条、薯饼、蔬菜。老鼠会偷吃哦。鼠辈。像我们偷吃什么呢？老鼠喜欢吃米。老鼠偷吃米哈。米。老鼠爱大米。所以我们这些食材可能是跟米有关。可能呢。Bingo！ 我们想炒桶炒饭有什么呢？扬州炒饭。如果是本地一点的呢？有马来的就是nasi goreng。nasi lemak。还有印度人的那个黄姜饭。nasi biryani。黄姜饭。还有甜品mango sticky rice。我相信我这个应该是传统的。我们开了，他们有荷叶包饭。荷叶包饭也是蛮著名的一道饭。白饭配东西吧。我们开了就拆了。对呀，要一起开吗？一起开吧，一起开。好 ，OK。来，你开了。啊！你开了。啊！我猜到。猜到了，对。这个荷叶饭真的是很出名、很传统的一道菜。我们3次课了，今天有机会尝一尝这个传统的荷叶饭。Yes。哇，我们到了！哇，这里好像港棒哦，又好像没有人啊。这里，我跟你讲，这里附近都是菜园，我曾经在这里拍戏。哦，就地重游。这里我来过，很熟悉，是老马识途。来，请进。好期待哦！对，在后面来了，老板亲自上菜。陈大哥来，哇，来享用我们的这个荷叶饭。谢谢老板，谢谢。谢谢。
哇，没想到直接切开给我们了，因为通常他们呈现的方式都是包起来，然后你就用那个线啊打开啦，然后慢慢打开的时候，那个香气就会出来。现在直接可以闻到了，对。你们可以闻到这个的香味吗？有你。们闻一下，闻一下。你看，我们都很听你的话对呀。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远，我们就近，我们这么远就可以闻到再远一了。点就可以闻到了。哇，里面有东西哦，像那个八宝鸭这样嘞。里面的馅料很有咸蛋哦多。你看。看到这道菜就想到谢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婚宴我才能吃到这道菜。婚宴。对呀。因为现在我们通常吃在那种点心的那种店啊，就能看到了。哦，糯米鸡，可不可以一碗的糯米鸡？这道荷叶饭我吃过的，好像是用糯米。哦，糯米出来的这个味道又不一样。糯米它比较糯，比较黏。啊，不过老实讲了，现在我就觉得各有特色。用米来做的，好像今天是用米来煮的话呢，它是比较 Q 一点，这糯米就比较软糯一点。对，他们的饭他们做的很好，因为有时候你们那个饭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有时候会太黏，有时候会太硬。而且呢，因为它包了这个荷叶，然后荷叶的那个味道在里头，所以吃那个饭的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香。这个是比较硬的那个饭。我那个小个比较 Q 一点那个小个的是比较软的，比较粗一这样的。press 在一起的，呀，怎么挤缩小啦，就挤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吃了不会这样的，不会散的，就会因为它是粘在一起，会黏黏的。粘在一起咯。它那个多数是用糯米做的，因为是糯米饭，所以它有那个粘性，所以粘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保持那个形状。你所说的就是会保留那个形状。不过糯米鸡它只是鸡肉在里面。但是如果是荷叶饭的话，它是还有掺一些其他的配料在里面的。以前的这个荷叶饭是有加上和糯米的，有些是加2层、3层，甚至到一半。那么吃了当然有这个饱腹感啦。那么现在呢，为了健康，我们就把这个糯米取消掉，换成全部是白米。那么也可以当成正餐吃，也可以当成晚餐吃，因为是没有糯米，消化就比较容易了。荷叶饭主要的材料就是香米了，荷叶香菇、鸡肉芋头、咸蛋、腊肠。做荷叶饭的第一步就是要处理这个荷叶，因为我们新加坡买不到新鲜的荷叶，所以我们只买那个干的荷叶。把这个荷叶拿去泡水之后呢，我们再煮过，煮过之后一般上我们都放了隔夜，放在冰橱里面。接下来我们就炒我们的材料了，炒成一个馅之后，我们再调味。炒完之后，我们再加上白米，白米再跟它弄均匀之后，我们再盛起来放住，给它凉了之后，等一下再回锅再炒多一次，炒出那个香味。香味之后，我们再用荷叶来包起来，包完了之后再拿去蒸炉蒸，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吧。里头你发现到其实是有虾米的，他们是掺这个虾米在里头，那个虾米这个香气在里头就会更香。还有那个咸蛋，咸蛋下去的话，那个味道更不一样，它提起那个味道，很好。我觉得你妈是那个腊肠，对，你配这个饭真的很开胃。很开胃哈。吃了这道菜，你们才知道传统的菜多有吸引力，对不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吃这个荷叶饭，有些饭粒太硬，那有些饭粒呢又太软，不均匀啊，他们真的在说不均匀。它这个是火候控制得很好，这个太好吃了。哇，你把那个馅料全部吃完了，只有饭没有吃啊？所以你最喜欢吃哪一个馅料？那个鸡丁、鸡肉啊？对，那个鸡丁很嫩，吃了对吗？像对。像什么？像什么？你没有讲过。对，很粗一讲的。OK。其实你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去炒过那个饭，然后你能吃到它的那个锅气在里头，所以那味道真的是蛮丰富。因为不止那个锅气你看那个荷叶的味道里头那些配料的味道都加在里头，哇，你赞不绝口。所以这道传统菜应该是你喜欢的，真的。那咸蛋不养咸。今天我来到这里怕有这杯很特别的饮料果汁。你知道是什么水果？有喝过吗？这个有。是什么？瓦龙龙啊。瓦龙龙，对。瓦龙龙，你们有见过吗？听说这个瓦龙龙是他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哎，刚才你说你没有看过瓦龙龙的树，对吗？没有。
这里有啊，你刚才讲这里有，老板自己种的。我们这个水就是他种的，把隆隆的吗？我们快点说，我们对对去看吧对，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去找一下。你们看，这就是宝龙龙的果树了，你们看到吗？哦，哇，你看，哎，这边有宝龙龙的花，来，哦，是马龙龙的对，我花掰一，下，我掰一个，我掰一个。马龙龙的叶子，叶子，有味道的吗？他们的叶子。还有你们转头过来看看，宝龙龙的果实，你哦看，果实是这样的。这个差不多可以吃了，但是要找一些比较哎，大一点的。我拔2个了。你拔2个啊？你看以前我在甘崩的时候啊，去朋友的甘崩，我们就整天采这宝龙龙来吃咯。那你们是连皮一起吃的啊？是的，如果连皮吃的话，就是哦，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我在想一定很酸很酸哦。酸，哎，它的味道酸的味道有点像那个还没有熟的那个芒果。哦，我没想到它的果那个这果肉样这样，我拔一个很更大一点。亮哦，而且呢，它的汁好像很多哦。哦，你看，听咖啡声音很脆，没有，你不要咬太大口。果然是很脆，咦，做什么？很酸啊，好像还没有熟的那些水果哦。没有但是，它那个熟了也是酸酸酸的，啊。它熟了也是酸的。弟弟，你酸到没有话讲啊？很酸嘞。没有啊，你看，你慢慢吃，你不觉得酸了？哇，怎么样？好有力的，好吃啊来，哇，好好吃哎。开门来，可以， ，OK，来走。继续前进。继续吧。哇，这次在这里用餐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因为通常我们在餐厅里头啊，都是在那种城市的有冷气地方啊，有冷气的啊，装潢美美来的。到菜园的地方哦，就不一样了。对啊，你看，这有甘崩的感觉对。我的传统菜就找这种有传统味道、古朴味道的这个餐馆。那我们要去到我们下一站了，现在要猜我们的创意料理，我们开用吧。这个米饭为米饭主食。老鼠爱大米。 OK 来看一下， 2、3，这跟米好像没有关系。哎，这里是种植那些稻米的，是不是？梯田叫梯田。对吗？他们是用这梯种方田，式。因为是在它山地的地方没有平地，所以他们用梯田。哦，这可是这个样我看国家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中国啦，中国有北方对。我觉得不是中国，我觉得是 Yeah，西方是印度吗稻米这个地方稻米泰国，还有羊哦。对喽。我猜是像英圣马利亚的国家吧。庙 temple， 是 temple 吗？阿扎蒂的巴耶的 temple。temple 就是教堂。可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是种植米饭，那里的人都是常吃米饭的。有一种西方有一种很大锅的，米索豆，就是西方的那种，那个一大锅的饭，一大锅的饭，里面有肉有什么的。米亚尼啊。不是美尼的，这个不是印度的。米索豆，如果你允许用科技来导出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了。我们用手机这样导出这个地方，可以吗？可以吗？我们来试一下了。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用科技来用那个导出这个地方， OK 因为单单他会告诉你这个地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吗？OK，应该是可以了。我好试一下。嗯，有吃 Machu Picchu，啊？ Machu Picchu 这个地方叫 Machu Picchu，在哪里是一个有历史性的地方。 ？OK，再说，马楚皮楚，应该有一个国家， Machu Picchu 的，Peru 你在看 Peru 的 Peru。秘鲁啊， Peru 哦，Peru 秘鲁，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照片呢，里头是在Andes Mountain， 在 Andes 秘鲁 Mountain 啊里头的这个秘鲁有什么 Machu Picchu 出名的这个饭？会到哪里吃呢？有可能我们即将要去机场，然后搭这个飞机去到秘鲁看看。好了，如果今天这道菜吃的好吃的话，我就会专程为这道菜去旅行。去旅行啊，去到秘鲁，去秘鲁吃一下。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喽！到了，开门。哎，哇，地方很不错，很特别。这里是哪里哦？这是哪里？哈哈哈，来，创意料理，创意我们来了，来走。刚才我们去了这个有点干崩味道的，现在来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你看到处都是绿叶。对，你看我们这样走的这条路哦，你看上面，
也有那些藤啊。应该是这边吧。 Hello， 哦，哇，说到第五，我们就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听过那个地方。所以今天这道创意料理很期待。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嗨，这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牛炒法。啊，你有什么？炒法其实就是我们的秘鲁的炒饭，哦，中文叫秘中文鲁叫炒炒饭饭。。对，请慢用。谢谢你，谢谢。哇，哇，这你那个名称都很特别哦，秘鲁炒炒饭饭。对，因好像有为我发现到这个炒饭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有肉，还有海鲜、蔬菜。这边有这个酱对吗？这个酱，看到这个酱吗？我看到这个酱是什么酱，你懂吗？我不懂你不懂，你揣一下，你揣一下你就知道了。试一下吧。哇，我干脆拿，我跟你讲，哇不好意思，你闻一下吧。我跟你讲哦，它闻起来跟我们中国的炒饭完全不一样。什么味道？我再闻。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会不会是从这个爆香的一粒一粒小小的一个，这个 quinoa 是来自秘鲁的，通常它有炸过的。他们通常都会配那些 salad 吃的 salad 就是来代替饭。他们如果不想吃饭的话呢，他们就会吃这个 quinoa soup。会饱啊？耶，也会饱了，也会饱了。我尝了那个之后，有一个 fragrant 的，不过我这样看了，我就觉得它的味道有可能是有点酸哎，酸。你看有 OK 黄梨嘞，辣，有黄所以梨，这个是黄梨，真的是黄梨啊？是吗？黄梨你吃，你来的对吃，你吃，是没？我看一下我觉。得不是黄梨，啊，好吃的，香蕉。是香蕉啊我。们吃的那个，你不会觉得很像 goreng pisang？但是香蕉你讲的对，是香蕉是香蕉，可能这个香蕉是还它去煎不是很熟的，对，煎啊，然后里面而且不是太熟的香蕉，可能，所以这样吃起来有一点点带一点点酸味。这个饭也是带有一点点酸味。有点酸酸的，我那个饭哦，很特别，酸酸的，饭酸然后酸的，有一点辣在里头。然后我因为我有吃到那个乌米的味道，然后就有一点煎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我可以说啦，这道菜其实是多层次的。而且呢，如果你说是秘鲁的人会吃这道菜，哇，很有趣啊！因为通常我们讲炒饭嘛，炒饭来说对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味道。你通常炒呢，你就加肉啊，你加鱼啊，这样搭配在一起。可是当你吃到这个炒饭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它是炒饭来的。你懂吗？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让那些观众啊，你们要从我的解释呢，去享受这个味道有多特别。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讲，不可以 describe，太多 flavors 了。 OK， 如果需要让你 describe， 你要用3个字来形容这道菜，你会怎样形容？很特别，很特别，三个很字吗？特别。它的口感是有一点像，但是它为什么有点酸呢？我是觉得不明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水有可能是因为他果？们用的那个酱在里头，而且他们炒的时候哦，其实你看啊，这是不是烧肉啊？是烧肉，烧肉对吗？ 3层肉，五花肉啦，是五花肉，五花肉啦，是五花肉，五那花肉个烧肉好吃啦，是五花吗肉。那个烧肉好吃吗？我还没有吃，你吃了你再跟我讲个口感呢，我给你讲先。就是你事先，你事先，是什么？我给你讲先。就是你事先，你事先这是什么，这个便宜。其实，这个我要吃了饭没有那个，是烧肉。那么你吃先啊。我在想啊，我这边我拿到一块很大块的，哎，吃那个烧肉。这样我吃烧肉，现在我跟你讲，好，OK，烧肉好吃吗？烧肉我觉得是不错，但是我就觉得你刚才讲的那句话真的，它有太多的味道在里面了。没有，所以你要讲烧肉好吃。没有，我现在还没有没有讲一下，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定论，我现在还在研究这个炒饭。哇，这个饭很好吃。老实说，吃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味道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还是一个一个分开来吃。刚才这个小袁叫我吃那个烧肉，我现在吃起来有点像烧肉饭。所以陈爷爷，你觉得那个烧肉好吃吗？我跟你讲，幸亏有这块烧肉的肥油吸引了我，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炒饭，老实讲，因为它的口味很多，所以刚才我就拿了一汤匙的这个饭粒跟一块这个烧肉，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口味。所以烧肉好吃吗又是讲烧肉，烧肉好吃啊。 ？OK，
OK， Second mission，你要让他们说烧肉很香，烧肉很香，烧肉很香。所以你刚才吃的那个烧肉会觉得香吗？香啊。干嘛呢？你一直在问，你是觉得它有一点特别的味道是吗？没有，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不会啊，只要有肥肉的店我就喜欢的。所以很香对吗？嗯。我们炒饭的灵感是来自于Amazon Jungle 的材料，跟我们秘鲁丰富的海洋资源，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当地我们所能看到的，比如 quinoa 就是一个藜麦，还有我们的芭蕉，其实藜麦来自于秘鲁。我们炒饭制作过程其实很简单，把锅热了，然后放下我们的蒜米跟灯笼椒去爆炒。这个过程过后呢，我们会加入隔夜的白米饭。白米饭我们大概要大火炒它1到2分钟，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我们会放入我们的鸡蛋跟其他用料，就如猪肉，还有我们的芭蕉。我们会再放入我们的秘制调料，还有盐，还有柠檬。在秘鲁佳肴里，我们经常都会利用柠檬来调味。当我们摆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放我们的海胆，还有藜麦。藜麦呢是事先炸过的，最重要是给你一个口感，有一点脆的口感。然后上面我们有一个onion salsa，再加上最后一个步骤点缀，就是一些能吃的 edible greens， 这道菜就完成了。小袁啊？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没有，特别喜欢这道哦I'm trying to figure out 那是什么 flavor， 因为我吃不到那个 flavor，还是分不清楚。真的吗？我真的。你是不是吃完了才是皮革不了的？你要吃多一碗。没有啦。老实讲，我吃到现在，我总结一下，其实这道创意料理呢，有2个我喜欢的。有一点特色啊，就是平时我们吃这个炒饭呢，多数是用叉烧，它是用这个烧肉，所以加上烧肉的这个肥油，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香蕉应该是拿去煎，对，还是炸的还是煎的，然后煎过再配上这个饭，吃起来也蛮特别。那树生大哥，你觉得这种带酸的炒饭适合你的胃口吗？其实它也不是很酸，它只是稍微酸，但是它这个酸呢，又是我平时没有吃过的，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特别了。所以你喜欢这个炒饭吗？应该所以喜欢。我哪一像哪一太。对，吃到口慢吃了。慢来，OK， restart。 OK restart OK。所以你喜欢这道炒饭吗？如果你太大口的吃的时候，会很酸，所以要慢慢一口一口的这样吃。我已经讲了，他比较喜欢甜的东西。哇，很饱哎。你们知道我心里有一句话要说吗？什么？没有，等一下收场再告诉你。来，上来，上。哎呀，天气很好哦。啊，可以关门，走喽 ，Let's go。很饱哦，你们饱吗？我不饱啊。哇，吃了2道米饭料理，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农场参观稻田了 ，Let's go！ 这里很大啊。不懂要做什么。 Hello. Welcome to Bollywood Farms. My name is Mike, and I'm the farmer here in the Bollywood Farm. Hi. Okay, I'm Herman. You are? I'm Andre. Chen. Hey, nice meeting you guys. Okay. You guys know what you guys are here today for? No, we don't know. That's why we need you. don't know, yeah. We need you to tell us what we are going to no do. idea. Okay, so today we will be doing some paddy planting. Are you guys ready? Oh, I got experience. You got experience. Are you guys worry. ready? Yes, we are ready. Okay, let's go. Okay, let's go. This farm is actually 10 acres big. We have more than 120 ornamental and edible plants. And we have more than 25 species of banana here. Banana? 25 species of banana. I Yes. thought banana only got 1 species. No, there's a lot. This way. Oh,
How far do we have to go? Is it very far? Oh, we're almost there. Oh, okay. Okay, we are here. What? Huh? This is Surprise! our paddy field.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and mini version of a normal paddy field that I would expect to see though. So our paddy planting here is only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Oh, that's why. That's 谢谢 why 你们。 the size is so small, you know. It's for people to learn. It's not really a large scale base, right? So it's about 8 feet to 6 feet wide. So are you guys ready to start?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有一点小一点，但我看过的比较大一点。但是我发现这里有一点特别不一样，一个有水的，一个没有水的。我也知道这个稻米有一些是水稻，有一个是旱稻，对吗？ That's actually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these are 2 different plots. As you can see, the ones that I've prepared for 对 you here. ，good question. Yeah. Yeah. Oh, So these are already Yeah. pre-grown paddy plants. So we pre-grow them first before we plant them into this field. 这就是稻苗了，这所以稻苗他们就会种那个稻苗先，对对然后把它移过来，在这里再种多一次。哦，对这样是同一种啊。对对对对对。 So the first 2 process I've already done for you, which is filling up the area with water. So it needs to be 2 to 3 cm above of the soil so that the soil is moist and at the same time kill the weed. And the second step that I've already done for you is this is a pre-germinated paddy plant and this is 1 month old. So I've already rooted up and we are going to transplant it here.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the rice plant to be able to be planted into the paddy field? Okay, so the germination process will take about 15 to 25 days. All right, so this one that we have here is about 30 days, and this is ready to be replanted here. As you Okay. can see, this one here that we've already replanted are 2 months ol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be able to retrieve like the rice? To harvest from it? the Yes, rice, yeah. it will take about 3 months, and then it's ready for Oh. harvesting. Okay, so the next process after preparing the paddy field with water,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a process called plowing. Usually they use the cow Yeah. to plow, but we got no cow here. 因为 I 它 see 是个 the hand tractor. 对对 Yes. 对 Yeah, 对 the 呀 hand tractor. 因为那个很大才需要用到牛啦，这个不用。现在知道农民的辛苦吗？所以你知道知道。啊，知道就好。OK。 OK。 All right, so I think the soil is about ready. Okay. So we're going to go up and we are going to come in 1 by 1 to plant the paddy. OK。 Okay. OK。来，我们接受挑战。来，来。 So there's also a technique to planting the paddy plant. So what you're going to do is you're going to hold it like a pencil. So when you plant it in, your fingers go first. Make sure that it's like 1 palm apart from each other. Okay, so that it has a nice spacing and we can, when we harvest it, we can identify and harvest them separately. 啊，OK。 Wow, good job. Are you sure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doing it? I think so。 Let me show you some mad skills. All right. 这个machine好，可以吗？ Successful。 Watch your mouth. Oh. No, dude, they're supposed to give him 一块 motivation. 折不达。 Successful。等一下，哎，差深一点哦。 Don't die on me, 那边 man. 泥土不够对，软是吗那个泥？土蛮软的，其实。呀，又深一点。OK，好。 Okay, sure, it's math skills. Oh, man, skills,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I think 3个月后我们回来哦。 Yeah, we will come back 3 months Yeah. later. 那弟弟，你一天3餐都是吃米饭吗？还是你会吃面，还是吃其他东西？我早上没有吃东西的，然后中午呢？中午我就吃面，你不吃吃饭的、面包啊？晚上晚上吃饭不应该晚上吃饭，你懂吗？为什么？因为饭呢，它里头这个 carbohydrates 啊，如果你没有动的话呢，它会变成糖，然后你这身体就变肥，懂吗？所以你饭你要早上吃还是中午吃？你等到晚上吃的时候，你没有去用它，你没有去动啊，你就变成这样。Oh my， OK， 不用。OK 了 OK 了， OK，我们来继续猜我很期待下一个啊，你很期待期待，我们又要吃饭了。吃完之后，等下我们要去跑步一下，不然呢会很容易变肥的。现在几点了？来得及了，可以了。哦吼，你刚才这样玩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呀，是你们都看到我开了就开吧。
是西瓜嘛？西瓜对，这像西瓜。西瓜饭咯，西瓜糯米饭。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小朋友喜欢吃的嘛，所以他就会做甜品。所以甜品用西瓜来做呢，能做出什么料理呢？不然就是西瓜口味的那些饭，也是很像泰国的那个黄米饭。对，他们是用这个西瓜，然后把那个西瓜里头拿出来炒西瓜饭了之后呢，放在里头。好像我没有吃过，我没有吃过这样的。我是没有吃过。这个母鸡，因为母鸡也是用饭来做的，所以我觉得是西瓜的母鸡吧。好了，我就觉得跟西瓜有关的。这是跟我有关系的，因为这是我的料理。OK。现在我们要去吃适合小朋友们吃的美食喽。哇！我们3次客来到圣淘沙喽！来，快点，走，快点，走，来寻美食。对。哇，很多游艇。对啊。漂亮哦。哇，看很多嘞。这道菜很特别哦，来到这里啊。对。那到我们是哪些？你有没有看到西瓜？西瓜看到吗？看到了。哇，很有意思。今天这道菜真的是 surprise。对，你看我们制作组很用心，你看整个构图有含义的。我自己觉得啦，红色的这个西瓜代表鸿运当头。然后这个西瓜圆圆满满，而且里面一粒一粒的，哎呀，证明我们这系列完满结束，不错。真的没想到，真的是这个西瓜炒饭啊！这个的呈现方式就很像我们所吃的那个黄梨炒饭，对吧？对。他们就用黄梨的那个皮，对。然后呢，把饭放在里头。这个的呈现方式也是一样，可是看起来就比较特别，因为里头有没有发现到，其实也是有海鲜。我觉得这个很有泰国的特色。那个饭还有那个西瓜的味道。哦，这样我先不要吃其他的东西，我先吃它的饭，我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对呀，有一点点，对吗？我没有吃到西瓜的味道。没有啊。没有。它的炒饭老实讲，因为泰国米，炒出来的饭真的美丽。很 QQ 的，很好吃。而且因为里头有很多馅料哦，然后那个虾的味道啊，它的香气出来。豆，所以你真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对吗？炒饭我觉得我们吃惯那个肉的炒饭，但是海鲜多的话呢，有那个海的味道，吃起来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道菜真的很适合你。啊，你知道为什么适合我吗？因为小孩子看到了这个西瓜，会很 excited。啊，我刚才有一点点 excited 啊。而且如果你真的是拿那个饭哦，然后呢，有时候你就会刮到它旁边这个果嘛，这个就有味道，那个西瓜，然后就有点甜甜在里头，然后甜甜咸咸的，那个饭就有点咸咸嘛，再加上那个西瓜甜甜的哦，哇，吃起来很好吃。现在我是饭跟西瓜球一起吃，看看如何。哎，我也是跟你这样，我也是 copy 你。很特别哦，其实那个西瓜的味道啊，其实是蛮强的，它会盖过那个炒饭的这个味道。因为西瓜是清甜，对，清甜，然后它这个西瓜又脆，然后跟你的这个饭搅在一起，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很喜欢的味道。你永远不会想象哦，人家会用这个西瓜，然后搭配饭一起。我为这个厨师鼓掌。这道菜我们大概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道菜的难度就是因为我们有放西瓜，它有甜度，我们要综合回它的味道，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我们是如何综合那个西瓜的甜味？首先我们会用一点我们的秘制调味粉，然后一点盐、一点姜青，放下去一起炒。炒完之后呢，它就可以综合回它那个西瓜的甜味了。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搭配海鲜呢？因为海鲜它鲜。全部过程好了，我们就放进西瓜盅里面。西瓜球在这道炒饭里面的作用就是给人的口感不一样，比较有一点新鲜，爽口一点。你还记得刚才在车对吗？在车我们说到，如果没有吃完那个饭，
你的女朋友就会有那个一粒粒的，对吗？你没有听说过？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讲的，以前呢，如果你没有把那些米饭吃完哦，你娶的老婆就会有青春痘那个病跟我说过。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车有讲吗？什么？有我没有听到，还好我没有听到，所以你们吃完它，但是你放心，这个我吃得完。You finish. Eat. 哇，一定 bro。 No, you're not. You're not. 怎么？ Eat. 第3个任务呢，你要让他们把盘子里面的食物全部吃完。吃多一点。还有配到那味道。吃多一点。我给你吃多一点。我好像对这道菜啊吃的比较慢，你是吃太饱是吗？啊，我吃太饱了。不错哈，初体验炒饭配我觉得这个西瓜球，我觉得如果厨师看到你这么吃到那么津津有味，他一定很开心的。开心。我们这一路来哦，吃了这么多菜肴哦，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啊，我们这3道，现在可以口进先讲吗？哦，可以啊，我这很喜，其实我蛮喜欢。你今天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了？我没有任务了。吃，快点吃。自然空虚，你要跟他加饭。对，让他吃完。他们你好像没有吃到嘞。他不太像平常的他。说你不太像平常的他嘞。对。他今天有点反常。最后一集最后一道菜，你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表情？为什么？什么表情？对咯，对着这么近。我没有啊，没有什么表情了。我已经吃完了。你还没有吃，我要看你吃。Camera 可以 zoom in on 他的碗吗？都吃到干干净净，你看，哎，好，我们吃到干干净净。哎，要吃完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吃完呢，就要被罚你。 No。因为如果你没有吃完呢，就要被罚你。 No。我觉得他们狗狗已经知道了，从那个我们在那个秘鲁炒饭的餐馆那边，他就知道了。弟弟最喜欢那个烧肉，弟弟最喜欢那个烧肉。哦，烧肉好吃吗？好吃。烧肉好吃吗，弟弟？好吃。我觉得他们狗狗不要配合，要让我失败还是什么吧？他要看我的 reaction， 想要哭啊，但是哭不了。等一下，什么是想要哭可是哭不出？你不开心吗？啊，我 sad 咯。因为你有跟观众讲拜拜了是吗？会有 sad 啦，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陈爷爷是不知道我是那个 spy， 因为我觉得我叫他做什么，像讲烧肉很好，很香，烧肉很香，他就也配合我讲烧肉很香。可以讲一下烧肉很香吗？啊，不要讲。讲一下烧可以吗？讲烧。讲肉。烧肉。很香。耶！可以，所以他是不知道的咯。还有多少？哇！还有一个蛋菜，小心。哎，我不想浪费食物啊，就拿这个给他们打包咯。打包给谁？我包包啦。哇，这么孝顺的孩子，来给你鼓掌。你看我爸爸有宵夜吃了，他一定会很开心咯。差1分而已。差1分而已嘞。已经3分了。任务差一点点，感觉。因为他们狗狗也是像他 ，I cannot finish 了，不懂咯，他要我被惩罚咯。Oh no！ 今天我们吃了3道跟米饭有关的美食，第一道是传统的荷叶饭，
第二道是非常有创意的秘鲁炒饭。还有小朋友们喜欢吃的西瓜炒饭。所以哪一道给我们最大的惊喜呢？谁要说先？我就是要抢他那道菜，抢什么？那道米饭啊，这个叫西瓜炒饭。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老实讲，炒饭不容易，要炒得好吃更不容易。但是今天你这道真的很好吃，它炒饭这粒粒分明，而且它的锅气很香。再加上我吃了它那个西瓜球下去，哇，一股清凉跟清甜的味道，哇，又打醒了我的味蕾，所以我选它。OK。那我呢？我会选第一道。荷叶饭，我觉得那个传统料理呢，真的是非常好吃。因为通常我们吃的这个荷叶饭，我吃了本身都是糯米饭啊，然后是比较小型的。可是这一次是比较大型的，而且呢，那个味道还在，很香，而且它就是有炒过，也就一样啦，里头那个锅气，馅料也很多，所以我就是很喜欢第一道。我就喜欢那个秘鲁炒饭。我们各自都选不一样哦。来，为什么呢？说说看。因为秘鲁炒饭那个味道很丰富，又有那个酸味，又有那个甜味，又有那个咸味，是这样很多 flavors mix 在一起这样。我很喜欢。里头有很多层次啦。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烧肉香不香？奇怪，你一直在问我，我觉得烧肉香啊，我在节目中已经回答你了。哎呦，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一样东西哦。哎呦，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一样东西哦。这个是任务了。活了上来哦。这是任务。我把它拿过来吧。好。哎呦，羊角豆啦。羊角豆啊。所以我们今天当中一定有一个卧底了，他的任务应该是失败了，所以应该吃这个。所以烧肉香不香？他一直要骗我，讲烧肉香不香？所以第一道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闻那个荷叶。我可以不要吃吗？你不可以不要吃，因为你任务失败了。我最不想吃菜的嘞。第二道就是要讲烧肉很香，然后第三道呢是要吃完。你走这。我从第一道开始呢，就觉得小圆有任务了。有可能是因为其中一集呢，我也是有任务，所以呢，我就对这种东西比较敏感。可是他讲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啊，他应该是有这个任务的啦。他就说，不要紧啦，你一开始已经闻到了，他的任务就是要我们闻这个荷叶嘛。这叶你闻一下，你闻一下。就是了，就是现在变成有那个米的香味，真的是蛮香。但是我跟你讲，荷叶的梗就可以吃的。热的才好闻，你吃啊，你吃下去我再闻。真的啊？你讲啊？我不要，OK， 你不要吃，我不要闻，我不要闻。刚才有闻了说。没有，我没有闻到，我刚才闻那个饭而已。然后你刚才闻了，你刚才闻了，你刚才闻那个饭而已。其实你闻了。可是我就是要他被惩罚，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饭吃完。快点！我觉得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帮他吃。你是计划一处的，也包括我在内了。我觉得羊角豆对身体很好。没关系，对小孩子来讲，真的这个羊角豆是对身体好的。难吞啊！我不要。咬不完啊！一口 ，OK， 勇敢，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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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都吃了，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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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鼓掌！这个系列的30课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说得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啊，所以我们已经吃过了这个传统料理、创意美食，还有这个小朋友喜欢吃的。经过统计。其实呢，他们是蛮平均的。可是如果你们看清楚的话呢，传统料理胜过一点点哦，叫做略胜一筹哦。所以我也发现到哦，小朋友也是选择蛮多的这个传统料理。那我是真的很想问小弟弟啊，弟弟，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传统料理呢？因为传统料理的味道很丰富，符合我的口味。所以你们看啦，传统料理其实小朋友也是蛮喜欢它的这个味道的，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我们也是有选过这些料理，对吗？对。小孩子的这个他们有童趣的食物，我也选了。所以说真的啦，我们这种不同的这食物呢，都有各自的支持者，所以我也希望呢，这个传统料理能继续的传承下去。你看今天我们这样统计出来了，我觉得我们的传统美食虽然是略胜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有希望在以后我们本地的这个传统美食能够再发扬光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喊我们最后一次这个口号了。好啊，那我们3吃课，下星期见。下星期你自己主持哦。没有下星期哦，我们已经结束了。
para